甄嬛传》中，宜修陪皇上经历朝堂更迭，从侧福晋变成皇后，却还是得不到皇上的爱。这究竟是帝王薄凉，还是皇后自己作死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为什么不爱皇后。第一点，帝王无情，嫌弃皇后人老珠黄。简秋曾说过，皇后在王府时与皇上恩爱无比，后来因纯元的出现，导致皇上偏爱纯元。纯元死后，皇上又迷恋上性子刚烈的华妃。在王府时，皇上身边的女人就不少，更别说成为一代帝王之后，又迎来3年选秀。在这批秀女中，前有端庄贤惠的沈眉庄，后有长着纯元同款脸、善解人意的甄嬛，中间还夹杂着拥有纯元同款嗓音的安陵容，以及磨人的富察贵人和小吃货纯常在。这些如花儿一般娇艳明亮的女子陆续进宫，皇上又得安排沈眉庄学习管家，又得冒着雨跑去御花园赴约，哪儿还有时间去顾及人老珠黄的皇后呢？第二点，皇后不断的消耗纯元这张王牌。要问皇后和皇上唯一的话题是什么？纯元。因为纯元死前拜托皇上一定要好好待皇后，所以皇后打压嫔妃、残害皇嗣这件事儿，不仅太后为了维护家族荣耀帮皇后善后，就连皇上都为了遵从纯元的遗嘱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皇后吃到纯元这张王牌的甜头之后，越发不可收拾，凡是想害谁了或者是出事了，都拿出这张王牌。皇上，若是姐姐在的话，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。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。如果说之前皇上还念着纯元的情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皇后，那么此时的纯元这张牌已经被皇后耗尽了，有事儿就提姐姐，这招对皇上再也不管用了。第三点，皇后不断地挑战皇上的底线。纵观全剧，皇后和皇上的2场饭局，剧中皇后第一次和皇上一起吃饭之前，华妃和皇后都在等着皇上去用晚膳。此时皇上独宠华妃，按惯例皇上会去华妃那儿，但因张廷玉进言说要提防年羹尧居功自傲，皇上一改往常，去了皇后的景仁宫。这原本是一场老夫老妻难得的烛光晚餐，结果皇后偏要作死，非要借着吃饭的事儿提醒皇上不要偏爱华妃。不偏爱，懂节制，方得长久。饮食如此，人亦如此，你是想说这个吧？皇上一听，心里立马不痛快了，我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听你教导的？你是我老婆还是我老娘？皇上在前朝听那些大臣的进言已经够烦了，这会儿想来皇后这消停消停，却没想到皇后和那个脸上长括号的一样烦。于是皇上一生气，手绢儿一甩走了。后来历经57集，皇上再一次和皇后吃饭。吃饭前，皇上曾在甄嬛那儿说起，宫中谣言四起，说甄嬛腹中的胎儿有异。甄嬛故意表现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，不仅劝皇上不要放在心上，而且还劝皇上15月圆得去陪皇后吃饭。皇上瞧着甄嬛体贴的模样，去了景仁宫。本来皇上和皇后吃得高高兴兴，结果皇后又借着饭菜说到甄嬛的身孕。宫中人人说熹妃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，肚子略微大了一些，皇嗣一事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很明显，皇后要借流言让皇上起疑心，但甄嬛预判了皇后的发言，早早就劝过皇上了，不用去理会那些流言。这会儿皇后又拿这事儿说嘴，怪不得皇上心里又不痛快，再次被气走了。除此之外，皇上杖毙了自己的孩子当晚，安陵容在床上痛得直冒汗，皇上坐在榻上垂着脑袋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甄嬛和静妃收到消息，看到了安陵容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安慰皇上。可咱听一旁的皇后是怎么说的？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？即便是就算皇上宠爱黎妃，也应该克制自己。朕也知道，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，总是情不自禁。虽然有着上帝视角的咱们知道，皇后是急于掩盖安陵容腹中胎儿异样，但是在场的人不知道呀。皇后当场指责皇上的不是，这难道皇上不要面子的吗？第4点，皇后野心太大，把手伸到了前朝。如果说皇上嫌弃皇后又老又没情趣，总爱摆出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样子，才导致皇上不爱皇后的，那么当皇后不安于现状，把手伸到前朝时，皇上已经对她厌恶至极。至于你皇额娘，朕为何要捐尽她？
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。这些日子，你皇额娘奔走牵线，只盼你成为太子呢。毕竟皇上经历9子夺嫡，他害怕所有人都盯着他的皇位谋害他，他更怕自己的枕边人也在算计他。所以当皇后为了帮三阿哥铺平道路，在前朝奔走牵线，又掉进甄嬛设的圈套，引出纯元之死时，皇上已经下定决心除了皇后。要不是有太后的遗旨不准皇上废后，皇上和皇后就不仅是死生不复相见这么简单了。